当三个女人同时爱上了一个男人，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现在开始上演。首先，请出第一位女主人公，来，有请。张卓26岁，文案策划，有请。你好。你好。跟王菲的关系是？我们是初中同学，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两个人也可以说是初恋吧。他是你的初恋？对。你现在跟他的关系是？好朋友，最好的朋友。到什么程度？无话不说。还有呢？有一点点喜欢他。王菲现在这个女朋友，你觉得怎么样？站在朋友的角度上讲，如果他对王菲不那么任性，然后很多事情看开一点吧，我觉得两个人还是蛮般配的。上一个女朋友呢？上一个女朋友管王菲管得很严，然后不希望王菲和我们一些异性的朋友啊，或者是同学出去玩。好像王菲的最亲密的异性朋友就是你，是吧？对，就是我。因为我有看资料说，他女朋友的一些这个女性用品什么的，都是你帮着买，是吧？对，因为那时候毕竟男生不方便嘛。如果说王菲是一个单身汉，现在还没有女朋友，你会主动向她表白说“我爱你”吗？应该会吧。如果说你跟他的友情影响到了他现在的这个感情，你愿意远离他吗？我觉得我没有影响到他。如果你的男朋友跟他的异性朋友吃一碗面喝一杯水很亲昵的就可以这样搂，你接受吗？应该不会接受。王菲好像跟你就这么亲昵。没有，一碗面是剥出来吃的啊。然后水有的时候一起出去玩，然后没有水了，我就剩一瓶了，然后当然了。你跟王菲怎么叫？傻子。在心里其实还是挺喜欢这小伙子。是。这小伙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给我们描述一下。挺傻的那种，然后他很实在，是那种很义气的男人。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给他表白吗？今天就是机会吧，应该会吧。毕竟我是单身嘛，能给他抢过来。谢谢你，请休息。谢谢。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叫王菲的27岁的男孩子的第二个爱他的女人，有请。田文，今年26岁，是王菲的前任女友。你好。小片里面说谈了4年恋爱是吧？对。分手是因为你要跟他分的是吧？是的。哪年分的手呢？大学毕业。原因是什么？那时的他不太成熟了，只懂得玩，更多的没有什么责任心呀，什么关于工作很少，所以我觉得不太成熟。你跟他分手之后，自己有没有再交一些你认为成熟的男友呢？有，我觉得都不如他好。说你现在想回来找他，要在一起是吗？是的，我知道他身边的异性很多，但是我一定会战胜他们，我不会放弃。他现在其实也有女朋友了，你也不放手吗？不放手。为什么？如果他们两个之间没有问题，我对他们造成不了伤害，我也不会能插入他们之间。你的意思是现在你插入他们之间了？他们俩打架了吧？为什么打架呢？因为我老给王菲打电话，有什么事时候我就找她帮忙。他会去吗？去。你在跟王菲谈恋爱的时候，知道有那么一个叫张卓的人吗？知道。也知道。知道。那个时候张卓打电话，他也出去吗？出去。也出去。你那时候心里舒服吗？不舒服。你跟他谈过这个问题？很多打架都是因为他。原来你们俩打架都是因为小张。对。现在王菲跟他的现任女朋友打架都是因为你，是吗？对。你怎么看待他这种跟女朋友老是？我觉得他跟我在一起是最适合不过的。今天来这儿是为了向他表白的？是的。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好男人啊？来，请回，请休息。下面是王菲的第3任女朋友，她的名字叫王琳。来，有请王琳，掌声有请。3年了是吧？现在有什么矛盾？就是因为他跟他这些前面的女朋友这个边际不清吗？是的。你怎么认识这个小伙子的？买车时认识他的。你去买车？对。他是销售？对。就认识了？对。然后呢？有一些困难，他帮助我，渐渐我们俩接触多了。就是慢慢的就相恋了。你们后来同居了是吗？跟
王菲相处到什么时候觉得你们俩有些小问题？近1年吧。怎么了？跟前任女友的接触，觉得我们俩的矛盾就细化了。这个男人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好像他挺吸引女孩子的。他也很阳光，很有责任感吧。有责任感。原来。什么时候没有的？渐渐的觉得他就没有了。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只想证明我就是他的现任女友。证明给谁啊？证明给所有人去看。这还需要证明吗？就说我是他现在的女友，这个事儿都需要来证明一下。我想让他明白这个道理。前女友有些事情不该去说，你现在有些事情不该去管，你应该站清你的立场，把我的位置摆清。那如果什么事儿你们俩要纠缠的，那我呢？行，谢谢你，请休息。3个女人都说了对一个男人的一个印象。今天我们的方式要改一下，我们进到下一个环节才请出他，让老师们向这位优秀男人来提问。让我们一起来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来，掌声请出王菲。王菲27岁，天津汽车销售，年收入8万。来，有请。你好，在你心里怎么看待这3段感情和3个女人啊？实际上，就拿张卓来讲吧，我一直都认为她是我的最好的一个异性朋友。田文呢，当然说是大学时的女朋友吧，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说不代表我们就此断绝，不再联系。王琳是我现在的女朋友，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今天为什么来这儿？主要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除了现在的女朋友之外吧，再接触其他的异性朋友，他们就会对我很反感。他们是谁？是这3个女孩吗？怎么说呢？主要就是指的是王琳。实际上，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把别人的所有的就是我周围朋友的事儿呢，都看成是我甚至比我自己的事儿都要重要的一件事儿。可是那2个女孩好像没有把你当好朋友啊，人家都是说有机会要向你表白的，像这个张卓或者说是田文。你想他们来找我，王欢那个有个事儿能帮我一下吗？你说如果说换做您的话，您能不去帮他们吗？还真得分事儿啊。尤其当我知道他们对我窥测已久的时候，那我还真不敢去帮。也许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性格不一样吧。我认为就是从我刚才跟你已经讲了，也就是说，你认为你跟他们，就是你跟你的前任2位女友的相处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吗？我自己想是这样。OK 啊。你在前期当中跟编导说，满分是10分，在3个女人之间做一个权重比较，怎么比较啊？前女友3分，初恋女友3分，现女友4分。对，是这样做的，是这么做的。对，你也觉得没错吗？这3个人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除非爱情这方面，因为我现任女友只有一是爱情。但是说可能这个爱情占的比较少一些，也许会更多。如果王琳，你爱她吗？爱。如果王琳要求说，不行，你要跟他们划清边际，你会吗？从我这儿讲呢，对我个人最重要的，第一是亲情，也就是爸爸妈妈的一份孝心；第二呢是友情，我周围的很多好朋友；第3才轮到的是爱情。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他这要求你不予支持呗？不能说是完全的否定他吧。你这不明明是亲情放在了这个友情放在了第2位嘛，然后爱情放在了第3位，不就是否定吗？3位老师，王菲啊，我一点都不怀疑你是否花心，我觉得你肯定不是个花心的人，你一定是个好人，只是没有原则吧。我一直认为在感情上，对于前任女友，应该老死不相往来，因为人毕竟是感情动物，他不可能做到100%的理性，很有可能就会死灰复燃。这样说吧，您的前女友有一天给您打电话，问您有个事儿，怎么着，你会马上拒绝他？不行，他留电话吗？我不会说不行，我是直接掐了。他会不会接？我不会说不行，因为理智上告诉我自己，很多情况之下，言语一多，交流一多，人的决定就会有所影响。我帮你做一个证据补充，田文人家刚才不就说了吗？又要跟他好吗？不死灰就复燃了吗？你没复燃，人家复了。对啊，你容易让女人产生错觉。
那接下来我就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在这个它上面是写最想挽留的是现女友，是吧？最难忘的是前女友嘛，最默契的是初恋女友嘛，而且你做了评分嘛，是334嘛，对不对？请你解释一下这个权重334，为什么那两个给3分，为什么这个给4分？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因为我的现女友现在多的那1分呢，就是爱情。也许这1分的爱情不像1分的占的比重那么小。那你干嘛要愚蠢的去做出一个什么权重比较干什么呢？对不对？你让你现任女友听起来，那心里会有多难受呢？干嘛去比呢？有一种男人的人生啊，就是永远陷入一个泥潭里纠缠不清。他以为纠缠的是别人，最后陷进去的是自己。我也很佩服那3个女人呢。有一种女人的人生，好像就是为了被这些纠缠不清的男人给耽误的。干嘛呢？找感觉吗？ PK 吗？我觉得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女人怎么会认为 PK 来的东西会是好的？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我不想来看到的。我真的认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请跟前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说吧，那个就是有一些事儿，您只会跟您的亲人来说，不会跟您的朋友来说吗？准确一点来说啊，我不知道这一点黄欢老师是否认同。我一直认为是男女之间是不可能有100%纯洁的友谊的，呀，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像那些人说我能控制住自己啊，我能控制住自己的行为啊，我能分得清楚啊，可是你能控制住骗自己。那这样说，如果说您现在有一些问题，你想说出来，或者说你有什么伤心的事儿，你想跟人说的话，除了你的男朋友，你还会跟谁说？除了你的家人？不好意思，我有同性朋友啊。我最奇怪的是，那些女孩都没有同性朋友，而且还以跟同性作战为热。不是这样说吧？您刚才说了，如果说你周围都是同性朋友的话，那你没有异性朋友的话，我有异性朋友，但是我绝不会以破坏为热。他们刚刚2个人打电话和2个人站上来的目的，已经是在宣战，不是出于善意的。如果我今天有什么事儿，我找万峰老师，肯定是顺便，我们可能讲2句，说哎，我最近遇到什么事儿，能不能替我解决一下？那一定是善意的，我不会说万峰老师，其实我心里是暗恋你的。这种情况之下，我想跟你的老婆 PK 一下，我来找你谈心。现在你说了这么多，其实有这情况你也不会说出来的，你就是一个没本事的人。不好意思，我还真是有什么事儿我都可以说的一个人。有谁能证明你说的话全都没说出来？所有暧昧不明的人都是心中有鬼的人，所有敢光明正大说话的人都是心里坦荡的人。你知道你现在问题在哪儿吗？确实是你的前女友用这样的方式在破坏你们的关系。你认为没有错误的处理方式，造成了3个女孩子的一些误会和误解。刚才我不同意的涂老师说的，你不花心，我觉得你很花心。为什么你有现在这个情况？我认为就是这3个女人惯的，把你惯坏了，那是不像话，不可能。我觉得您说话有点太过分了吧？我怎么过分？我为你说话。还有这位女老师，我想问你一下，您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知道吗？我们今天来的目的不是说让你们来说我们来的，您知道吗？你叫我们说什么？你想叫？您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说我们？您又经历过？我没说你坏话，我说你坏话了吗？可我觉得您说我朋友的话，让我觉得听不下去了。老爷子，我为你们不跟小朋友为你们姑娘说话，你还上来挑衅？来，你站在这儿。来，我们把3位姑娘请出来，来，有请。站这儿吧。小张那个特别激动，我也不太理解，怎么了？那么大的委屈？我不是委屈啊，我是作为一个朋友，一个真真正正10几年的朋友。我觉得3位老师，我刚才也跟您道一个歉，我也不是说冲您，我只是觉得您第一，您是专家，您是一个，我们既然上了这个节目来，目的就是说让老师能够给我们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你想想，他后边还有2个女朋友，你要真的要来跟他们争。你自己是不是自贬身价？赢了又怎么样？不觉得一个男人把你们3个人排在这里，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吗？对爱情和对你自身的爱是自私的，爱是专一的。到这儿了，我还告诉你说，我永远不会给男人这样的机会。行了，这个节目，我认为啊，我今天是第一次站起来。坦率的来说，不管今天在言语上有多露骨，或者是多伤害人，首先一点，作为言辞上的一种理性表达，可能会有一些伤害。我们对此说声抱歉。今天的话说的再厉害，更多的是希望3位女孩的幸福，所以没有必要为此而争论，或者是抢来抢去。但是如果大家觉得不需要我们3位的帮助的话，我建议我们现在离开，我现在就不做了。都战斗走了啊！你们特别能战斗的一个战斗集体，
把专家都战斗走了。但是专家该说的，其实我觉得大概就是一句话：人不管是在恋爱当中，还是在现实生活里，大概边际清晰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连边际都搞不清晰的话，生活会一团糟。咱们这样，一个一个的来表一下白，好不好？你先，因为你跟他认识时间最长嘛，又是好朋友嘛，来。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我有没有破坏到你和王林的感情？我认为没有。那王林，我可以问一下，我有破坏到你和王菲的感情吗？其实心里有些是一些介意的，但是我觉得朋友之间这么多年的朋友能相处下来不容易，能有一个认识之间的异性朋友，你能传达给王菲的东西，可能是我传达不了她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俩接触，我某些方面是介意的，某些方面是不是很介意的，因为我珍惜你们之间的友情。那我想说几句话跟王林。啊哈，王林，也许你介意的事情，怎么说呢？不是你想的那样。也许你觉得你和王菲之间有很多事情是她不愿意跟你说，反而愿意跟我说的。当然，我想利用这个平台把这件事说清楚，你们两个不要因为我误会。我跟王菲10几年的感情，10几年的同学的友情，我喜欢她，也许现在在场的各位都不理解我喜欢她是哪种感情，也许是朋友哥哥。我看见王菲刚才，不好意思啊，没事。我告诉他，刚才在这我冲上来的原因，大家不会理解，因为就是指责自己哥哥站在台上的感觉，指责自己最铁的朋友。我今天来，我因为王菲，我在下面坐不住。如果他们是说我不会这样。这就是知道你说这段话，我想说什么吗？跟我们说什么其实不重要，因为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但我希望王林能明白，他不要再因为你不要希望他明不明白，他可以有他的要求。如果你承认他是他现在的女朋友，你凭什么去管他现在女朋友对他提什么要求？未来他有资格跟你老公提，说张卓你老公，比如说你先生是我，他有资格跟我提吗？我们夫妻之间是夫妻之间的事情，其他的朋友有什么资格跟他的老婆提什么要求呢？可我觉得朋友是一辈子的，那是你们的事儿。但是我就说，我希望大家把边际搞清楚。今天的难堪局面就是因为边际不清。也许你认为你的边际很清，但是今天有人边际确实是不清楚。OK， 你也是一个女人，如果你的先生有这样一个红颜知己，你心里舒服吗？所以我就说，我们表达自己的心声，而不要求别人什么，这就是今天这个节目的目的。这样吧，你们表白吧，一表白什么问题都出来了，来表白吧。好吧，那我就说，如果你没有女朋友，我会跟你说我喜欢你。但如果你有女朋友，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我认为啊，咱俩一直都是好朋友。因为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和王林来吵架的话，我跟他是说不明白的，我只会跟我自己的朋友说。也许你更了解我一些，也许我就会跟你多说了一些。你跟他只有友情，对不对？对，做一辈子好朋友，对吧？对。OK， 行了，谢谢张卓，来，请回。小田，表白。我觉得我们大学4年的生活很幸福，我不会忘记，我想你一定也不会忘记。现在你们俩没有结婚，我并不是你们俩之间的小三，你们感情出现问题也不是由我造成的。但是对于你，我还是不会放弃，我想我们一定会在一起。这样说吧，这个天文，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你只是我之前的女朋友，因为现在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不希望你再打扰我和王林之间。如果说你拿我当哥哥的话，或者说是拿我当同事，咱俩一定是非常好的关系。难道你敢保证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曾经有过。别问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请微信。其实问题挺好解决的吧，就是真诚对待嘛，
现在其实才轮到真正你们的问题，包了那么多层盒，包完了全是外面的。就像田文所说的一样，如果你们之间没有问题，怎么可能会这样呢？我们一起进入踏浪，旁观者清。那位是王菲的朋友是吧？其实王菲，我觉得她不是说没有责任感，而是责任感太重了，有点没话分清。女人一般在分手之后，她都会说希望你不要忘记我，就是希望我以后有事找你的时候你能帮我。但是你帮吗，兄弟？我要分事情帮。哦，你知道分事情，你哥们儿你就不鼓励他分事情，这就是他太有责任感了。但是我很看好他们两个。其实不是不看好，你知道大家为什么今天特别急吗？大家都是明眼人，谁敢说张卓那女孩不喜欢他？你们谁能从他的眼里看不到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那么炙热的爱？你们看不出来吗？真没看出来。就说谎吧。你没有上场的时候啊，我们在这讨论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男人啊，让这么多女孩去喜欢他。但是你上来以后看到现在，我觉得你挺不爷们儿的。你的朋友说你有责任心，其实我觉得你没有责任心。你要有责任心的话，你不会让你的女朋友这样。你如果有责任的话，你应该让你的女朋友天天开开心心的、无忧无虑的。你知道吗？我经常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你看我媳妇儿怎么说？当你的第二个女朋友刚刚在台上都说出了，说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在。握住的人，你懂吗？懂。不是我不去说，不是我不懂说，只是我不想说。我希望你懂。今天有些话是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的，但是我希望你有一天你会明白。来，黄金60秒。来，两位。实际上。我想对你说的，我周围这些朋友确确实实在我心里，根本占不到你分量的一半，哪怕是1/10的重量。记得手上这个戒指吗？这个戒指你给我买的时候，你说上面有英文字，英文是 FLOWER，F 是我 ，L 是你 ，OWER 是我们。当时也许是你把这个戒指戴到我的无名指上，我已经接受了。如果说你希望我周围没有任何异性朋友的话，我可以为你做到。我希望你明白，亲情、友情、爱情这3样东西孰轻孰重。张卓跟你之间，我相信你们有一份纯真的友情，但是某些方面要划清界限。前任女朋友，如果你心里没有什么，为什么还藕断丝连？我认为男女朋友分手了就不可以再做朋友，因为曾经有过感情，不可能再做纯真的友情，永远都不可能。